周三，美国政府命令2家美国芯片设计公司停止对华出口顶级计算芯片，试图进一步封锁中国的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外交部和商务部周四回应指，美方是典型的科技霸权主义，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而首先受到重击的是美企，英伟达股价周四暴跌7.7%，随后紧急澄清称，仍被许可在中国开发 H100芯片，限制出售不等同于断供。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周四表示，美国政府告知该公司可以继续在中国进行 H100人工智能芯片的开发工作。这一更新是在周三，美国政府限制该公司向中国出售2款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 A100 和 H100 之后做出的。美国要求对这2款芯片施加新的许可。尽管该消息缓解了部分担忧，但英伟达周四收盘股价仍然大跌7.7%。英伟达方面表示，美国政府周三已经授权英伟达 H100 用于出口、再出口和国内转让目的的开发。授权还允许公司在明年3月1号之前继续执行为 A100 的美国客户提供支持所需的出口，以及在中国进行的卡维修和服务。英伟达表示，美国政府新的授权要求并不完全等同于禁售断供，而是对相关指定产品增加了多一道许可申请的要求。我们正在与中国的客户合作，以满足他们的计划或未来购买替代产品的需求，并可能在替代不足的情况下寻求新的许可。英伟达此前预计，在 A100 和 H100 完全未被替代的情况下，新的出口限制将对本季度的收入造成多达4亿美元的损失。英伟达在介绍关于 A100 时展示出的客户商标中，包含了中国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小米。英伟达表示，限制措施不仅会影响公司及时研发 H100 和销售 A100 的能力，还可能会使竞争对手从中受益。中国客户可能会从本国、以色列和欧洲国家的半导体供应商中寻找替代品。对中国科技产业，它可能就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这个就是受限产品的替代品，那么可能成本就会上升，相关的这些产品或服务它可能就会降级，甚至有可能就只能停止。其实对于美国企业来说，那么也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会影响到他们在华的这个巨额的营销收入，也会影响到它后续产品的研发。其实对于中美的2个国家的科技行业的生态，都会形成非常深远的恶劣的影响。纽约时报认为，针对中俄的新措施是美国政府将半导体作为工具，阻碍竞争对手在高性能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进展的最新尝试，意在和中国争夺先进技术主导地位。据悉，被封锁的产品是高端图形处理器 GPU， 主要用于高性能计算领域，包括科学计算、计算机辅助工程、医疗等方面。相较大家熟知的 CPU 及中央处理器， GPU 则是为整台电脑提供最强大的算力支持。 GPU 的应用场景主要有4个，包括图形渲染、物理运算、AI 和科学运算。美国的出口禁令对中国企业来说也可能是国产替代的机会，能够推动原本上下游之间互动不足的国内芯片产业链进一步发展。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期正在北京举行，现场多家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中国科技企业都向观众展出了自研的 GPU 相关产品。一家企业工程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家的 GPU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如果美国断供中国 GPU， 日常应用场景下已可实现大部分国产替代。虽然国产 GPU 正在迅速追赶世界先进技术，但与英伟达和 AMD 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涉及个人日常应用场合，国产 GPU 已基本上可以实现对国外 GPU 的替代，但在高端 GPU 上，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目前还无法实现国产化替代。由于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出口管制措施，它会持续的在这里不断的拓展，所以对于中国，你只能够逼迫自身，必须要尽快的打造自身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那么避免今后在这部分产品当中不断的受到可能被断供的风险。美国推动科技霸权主义的深层次恐惧，使中美科技竞争力的日益接近。美国哈佛大学去年发表的题为《伟大的科技竞争：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的较量》的报告就指出，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高速通信标准 5G、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21世纪不可缺少的基础技术领域，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会成为世界的引领者。有的领域，中国已经跃居首位。美国以前在最尖端技术领域坚如磐石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因此想要竭力压制崛起的中国。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21年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4410亿美元，较2020年增加14%。基础研究方面投入的份额为6.5%，达264亿美元。虽然总支出方面仍落后于美国，但就研发支出的增速而言，中国遥遥领先。2016年至2021年间，中国的研发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2.3%，而美国这一数字则为7.8%。即使面对美国所谓制裁，中国芯片制造商也已取得技术突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近日发布的2021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参评的46个国家分为4大梯队，进入第一梯队的只有美国和中国。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人工智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对于拜登政府持续加码的对华遏制举措，美国欧亚评论网站发表题为“遏制中国可能引发全球萧条”的文章，认为拜登政府为追求美国的单极霸权，正给中国、西方、新兴亚洲和全球南方的未来经济稳定带来风险。文章指出，在21世纪勉强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已得不到基本面支持，这种做法可能将世界经济推入滞胀的衰退，甚至导致严重的全球萧条。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柯静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蠢蠢欲动的背景下，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既形成一种宝贵的确定性，增强了国际市场信心和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而稳定地注入新的动力。美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做法，由于越来越缺乏理性，它不仅给自己的就是美国自身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会带来一定的经济的打击，包括其实对于自身的盟友，还有包括伙伴的这些国家的企业也会受到波及。长久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相信对于美国自身，它也会遭受一定的反噬效应。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也会使得中国越来越加大这个开放的这个步伐，因为只有在开放当中，你才能和更多的国家去获取这样的一种互利合作的双赢的这样一种机会，也能够在这个开放当中去能够突破美国目前对中国的封锁，那自身也能够获得更多发展的机遇。为期1周的俄罗斯东方2022战略指挥演习周四正式拉开帷幕。作为俄军4大战略方向演习之一的东方系列演习，在俄军演习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将在9月6日视察东方2022演习。除俄军外，本次军演还邀请了中国、印度等10几个国家参加。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3军首次同时亮相俄方组织的演习。中俄都派出哪些明星装备亮相演习场，备受外界关注。而针对这场无关地区局势、不针对第三方、旨在提升参演各方务实友好合作的正当练兵，美国官方及西方一些媒体又坐不住了，开始恶意渲染、过度解读。东方2022演习周四起在俄东部军区多个训练场以及鄂霍茨克海、日本海水域和沿海地区进行。俄武装力量派出东部军区部队参演，出动5万多名军人、5000多件武器和军事装备、140架飞机、60艘军舰及各种船只。此次东方2022军事演习，俄方邀请了13个国家共同参演，主要来自上合组织和吉安组织。演习共分兵力集结部署、联合战役筹划、联合战役实施、组织兵力回撤4个阶段展开。据俄国防部周五发布的消息，参加演习的伙伴国军队联合参谋部已经成立，并在滨海边疆区的谢尔格耶夫斯基训练场开始工作。当天，联合参谋部向各部队官员通报了即将进行的演练行动，通过沙盘介绍了地形情况和实战演练行动期间各单位应当遵守的程序，并听取部队和部门负责人关于各自行动方向的报告。观察指，此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战略司令部的协调能力，因此俄罗斯方面派出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亲自担纲，由此可见俄方的重视程度。应该说，这种多国的大型的联合军演，它虽然说有一定的这种纯军事的目的，这种战略战术方面的这种考虑，但是它更主要呢，它是功能是就促进军事外交，能够通过这个演习实现一种这种军际的交往，协同彼此之间的这个战术呀，熟悉的彼此的装备啊，然后增进这个各国军队之间的一个友谊啊。它就是还有对外释放一个信号，至少在这个远东这个方向，在这个它还是有足够的实力能够维持这个
它的利益，维持这个地区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解放军也曾派出陆军和空军参与当时的东方演习，而今年增加了海军，这也是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同时参加由俄方组织的演习。据央视军事微信公众号介绍，中方参演部队主要由北部战区所属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参演兵力2000余人，各型车辆装备300余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21架，舰船3艘。在过去的10几天里，中方参演兵力采取摩托化行军、铁路输送、海上机动、空中输送方式，顺利实施跨境投送任务。应该说，其实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应该还是这个促进这个中俄两军之间的交往，增进这个中俄两军之间的一个友好和互信。同时呢，其实借这个军演呢，其实也可以了解这个其他相关国家的这种军队的情况。通过这样一个军演呢，其实也是对这个中方来说也是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军事外交，它就像一个这种军队之间的一个大 party 一样。中俄此次派出哪些武器装备亮相演习场，引发外界极大关注。陆上方面，俄军发布一段视频显示，一支用灌木伪装起来的俄军装甲部队沿着泥泞的道路前往演习集结地，其中可以识别出 T-72B3 主战坦克、BMP-2 步兵战车和道尔野战防空系统。此外，俄东部军区的 S-300、S-400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和铠甲 S 自行防空系统以及其他各型雷达也参加演习。演练击退假想敌的地面攻击，并成功捕捉到空中来袭目标。而根据央视军事频道发布的视频，解放军参演部队出动了99式主战坦克和04式步兵战车，他们也参加过4年前的东方2018演习。海上方向，据俄国防部发布的视频，俄海军参演舰艇来自太平洋舰队。由于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还在地中海，因此这次演习很可能还是将由克雷洛夫元帅号导弹测量船担任指挥舰。该舰排水量超过2万吨，拥有完备的电子侦察和通信系统，因此也能充当海上指挥舰。2021年中俄海军联合巡航期间，就是克雷洛夫元帅号担任俄方指挥舰。俄海军还出动了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驱逐舰和多艘守护级轻型护卫舰。俄国防部发布的视频还显示，一艘奥斯卡级巡航导弹核潜艇也出海参演。这种水下巨兽的排水量高达 1.8 万吨，可以携带24枚 SSN-19 超音速反舰导弹，其最大射程达550公里。中国海军参演兵力则是由055型万吨驱逐舰南昌舰、054A 型护卫舰盐城舰以及一艘903型补给舰组成。作为去年中俄海军联合巡航期间的中方指挥舰，南昌舰与俄罗斯同行也算是老相识了。按照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的说法，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将与中国海军一起在日本海域执行联合行动，旨在保卫海上交通线、海上经济活动区，并为滨海地面部队提供支援。观察指，中俄自2005年以来举行的联合演习中包含多次海上联演，例如上合框架下的海上联合与和平使命演习等。但与和平使命这类以打击海盗为主要目的的演练不同，东方2022则需要检验全军作战能力。因此，中国海军一方面是提升与俄战略协作的能力和层级，另一方面也是学习俄罗斯的战役法，在保交互交、联合作战、维护航道安全等方面增进交流。俄方现在它这个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旗舰呢，现在部署在地中海，它现在就是在太平洋舰队这个现在现有的这些主力舰只呢，主要都是一些反潜的反舰的这种功能为主的这些驱逐舰、护卫舰，它是这个区域防空能力是比较差的。我推测是这个演习过程中有一些这种反导的演习。因为这个055导弹驱逐舰它是有这个一定的反导功能的，包括是这个055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区域防空的能力。空中部分，俄国防部表示，作为东方2022演习的一部分，俄空天军的苏 35S、苏 30SM 和米格31战斗机已在哈巴罗夫斯克、滨海边疆区、勘察加地区和楚科奇自治区的机场执行防空作战任务。俄军飞行员将演练空中目标拦截、执行掩护攻击机行动、对地面目标进行空袭和为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等科目。塔斯社的报道提到，俄军还将出动战略轰炸机参加该演习，但没有说明具体型号。
而根据央视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歼10C 战机和直19武装直升机的身影。实际上，中俄近年来的军事交流从来不针对第三国。此次东方2022演习，东道国俄罗斯有言在先，本次军演是防御性的，相关响定是击退来自东部方向的侵略。参演部队将通过单独方向的防御作战及进攻作战实践训练，提高野战、海战、空战性能。为避免别有用心的人拿军演做文章，俄国防部还特地补了一句：本次军演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军事集团。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中国军队参加军演旨在深化与参演各国军队之间的务实友好合作，提升参演各方战略协作水平，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然而，美西方一些媒体还是不怀好意，过度解读，认为中俄都有所谓遏制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意愿。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妄自揣测，中俄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正挑战世界秩序，让美国和欧盟感到担忧。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周四发文，用数字说话。仅2021年，美军就在南海地区举行了近100场军演，其中单边演习14场，双边及多边演习81场。相比之下，东方2022只是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自家门口举行的防御性军演，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没跳出来说担心，美国和盟友们咋就坐不住了？归根结底，有些人还是害怕自己在全世界薅羊毛的好日子要走到头，赶紧把火力集中在中俄身上，借机渲染安全恐慌，维护强权政治。美西方的这种双标的言论呢，其实一方面它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业余的，因为它忽视了这个军演这个东西它的真实的性质。军演的实际上它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军队之间的联谊，就是军队之间的一种增进了解、增进信任、增进相互了解的这么样一个功能。它并不是说在一起军演了啊，就是盟友了，就不宜对这个做出过度的政治解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东方2022演习已经全面展开。今天，俄国防部发布了显示中俄海军舰艇在日本海北部汇合的精彩视频。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中俄海军舰艇在日本海北部汇合，这呢是东方2022演习的重头戏，是注定震撼媒体与军迷的大场面，也是呢会让一些个特定国家感到焦虑，并且将会持续追踪乃至偷窥的海上场景。那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官宣呢，此次大型军演为期是1周，陆上部分是在俄远东地区的7个射击靶场进行，而海上演练呢，则是在鄂霍次克海以及日本海进行。那么中方赴俄参加包括东方在内的大型军演已经是常态化了，但是这一次还是创下了新纪录。按照央媒此前的报道发布，这一次呢，解放军首次派出海陆空3军上阵，包括2000名官兵、300辆军车、21架作战飞机以及3艘战舰等等。那么今年的东方军演，俄罗斯邀其13国参加，中方精锐尽出，无疑是一众受邀国中阵容最齐整，也是实力最强大的。上周，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记者会上就强调，中方参演东方军演有3大目的：深化参演各国军队之间的务实友好合作，提升参演各方的这个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俄太平洋舰队的主战舰只和中国北部战区的3舰将会在海上演练中如何来切实展现这种战略协作水平与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势必呢会在未来几天成为最大的焦点。同时呢，中方大手笔派出海陆空3军参加俄军演，也再次见证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战略互信都在持续加深，乃至两国在对方重大战略议题上相互协同配合的这种趋势也在持续得到强化。您也提到，这次海上联演让一些特定国家感到焦虑，那么您觉得他们在焦虑什么呢？中俄海军舰艇在鄂霍次克海、在日本海摆出大阵仗，最紧张焦虑的当然是日本。日方甚至以军演海域临近日俄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方所称的北方4岛为由，那么向俄方提出抗议，包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以及防卫大臣等等呢，近来也都在就军演频频喊话反对。当然了，日方的反对抗议都是无效的。目前日本与俄罗斯以及中国这2个近邻大国的关系都是全面紧绷，
尤其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本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极限施压。首相岸田文雄上周在感染新冠隔离期间呢，他也在线召集内阁会议，下令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令到日俄关系降至冰点。那么日本呢，现在更加担心解决日俄争议岛屿问题啊，是遥遥无期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日本对海上军演的特别关注可谓是全天候的。早在3天前，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就已经发布消息，声称监测到中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一艘护卫舰以及一艘补给舰穿越对马海峡，从东海北上驶入日本海。那么日方当时呢，就派出海自 P1巡逻机和舰艇执行所谓的监视任务，并且呢判定这3舰将要参加东方演习。那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呢，印度也派兵参演，但是呢，印媒在报道时都特别强调印方不参加海上演习。比如啊，昨天的德干先驱报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报道标题，说印度参加东方2022年军演，但是呢将回避海上演习，以免引发日本的敏感反弹。那么这样一种敏感性还不仅仅表现在日方的坚决反对上。那么就10点来看，俄东方演习落幕的第2天，印度就将会和日本举行防长外长的这个2+2会谈，而且呢，印度和日本同为美国主导的 Quad 4方机制成员，印度显然不能无视日方的取态与感受。那么尽管印度这次参演纯属象征性质，满打满算也就派出75名官兵，海空军都是呢只有代表出席打酱油，并没有飞机舰艇上阵。所以啊，在我看来，军演场景固然热闹值得关注，但是呢，军演背后的大国博弈与各种内幕同样值得深究。那在您看来，这次军演背后又有怎样的大国博弈？外媒有哪些特别关注呢？对军演的特别关注，当然在于时下俄乌冲突正在进行的大背景，仗已经打了半年多，短期内呢还看不到任何的休战迹象。尤其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签署通过了扩军新法令，要从明年元月起将俄军大幅扩军10多万。那么这被外媒普遍解读为俄军当下是军力吃紧，俄乌冲突啊有跨年之势。那么由此，俄军4大常态化军演之一的东方演习在战时状态下如常进行，至少呢它被赋予了3重信息。首先，所谓俄军兵力吃紧，乃至在乌克兰的控制区面临乌方的反击压力，那是不存在的。那么其次，俄方在西线持续战略承压之际，将继续加力向东看，坚决推进东向战略。那么第三，这次啊应邀参演国多达13个，涉及亚欧非拉美4大洲，除上合以及俄罗斯主导的吉安组织成员国之外，那么包括尼加拉瓜、阿尔及利亚等国也不远万里远程奔赴。面临美西方极限制裁的俄罗斯，显然呢也是要以此来强调武道不孤，俄罗斯不孤。那么至于军演背后的大国博弈，印媒的报道和说法无疑是一个很值得细研的观察窗口。印度自由媒体日报昨天的报道标题是顶着美方压力，印度加入中国与俄罗斯在俄远东地区展开的大规模军演。那么印方时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也被这篇报道以小标题道出了Will the U.S. put pressure on India？ 美方会施压印度吗？但是呢，印度媒体的施压担心到了美国媒体那里，就是所谓报复的可能性了。美国总统发言人让·皮埃尔在空军1号专机上回应记者查询时声称，凡有国家与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那么美方就会表示严重关切。马上就有记者就此追问，那么美方会因此报复印度派兵参演吗？那么皮埃尔对此啊虽然没有正面作答，但是呢，压力显然已经传导给了印方。对此，印度外交部的发言人昨天就强调，赴俄参加多国军演是印方的一个惯例安排。那么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美方对印度明显是大有意见的。印度并没有公开指责俄方，也没有追随美方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反倒呢借机买了相当数量的油气。印度外长苏杰生甚至还专门对外解释，作为人均 GDP 只有2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人对油气价格敏感是很自然的。那么美方现在全力推进印太战略，印度是美国在区内极力拉拢的一个对象，但是呢，
印度作为大国，也格外强调自身的外交独立性，无视美国与日本的压力。印度坚决赴俄罗斯参加东方军演，无疑是一个最新的例证。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赴加里宁格勒进行工作访问，这是俄乌冲突半年多来普京第一次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尽管俄媒称普京是去庆祝支持日和与加里宁格勒州州长谈论货物过境问题，但波罗的海沿线国家大为惊慌，其中波兰的反应最为强烈。加里宁格勒作为俄罗斯在欧洲的飞地，普京此时出现传递哪些信号？来看报道。周四是俄罗斯支持日，普京抵达加里宁格勒后，为奥林匹克和文化艺术、科学、体育等领域竞赛的获胜者上了一堂公开课。他在课上表示，莫斯科希望结束2014年广场革命后乌克兰对本国公民发动的战争，并防止乌克兰境内出现反俄飞地。Сегодняшней Украины начали создавать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й анклав, который угрожает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Поэтому ребята наши, которые воюют там, защищают и жителей Донбасса, и защищают саму Россию. 普京还谈及了乌克兰境内一些学校的现状，特别是关于历史的教育。他表示，俄罗斯教育部长克拉夫佐夫最近访问了顿涅茨克和其他在冲突中被俄军控制的地区，然后看到了一些惊人的状况。Вот он мне вчера рассказывал, я просто, извините, рот открыл. Вот школьники даже не знали, чт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Крымский мост. Они считали, что это фейк. Да. Они вообще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ли, даже не знали, что Украина входила и Россия в состав еди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ни просто этого не знают. Вот им так все преподавали.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日程，普京当天还在加里宁格勒参观博物馆、剧院和教育综合体，与加里宁格勒州州长举行工作会议，并参观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一所分校。加里宁格勒是与俄本土不接壤的飞地，原为德国的东普鲁士省，二战结束后割让给苏联。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加里宁格勒州划归俄罗斯。与莫斯科相距超过1000公里，但是与德国、丹麦、瑞典等欧盟国家的首都相距只有500公里左右，并与在俄乌冲突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陶宛和波兰接壤。加里宁格勒州人口约50万，但其地缘战略位置决定了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西侧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事实上，该地区是一个完全军事化的区域，拥有约3万名俄军士兵、一个海军基地和一支舰队。根据公开报道，普京上一次到访加里宁格勒是在2005年，他当时在出席加里宁格勒建成750周年纪念仪式上重申，俄罗斯对这座属于飞地的城市拥有主权。普京亲自前往这个加里宁格勒这个地区，其实有很重要的他的战略的考虑的。那么他正好像一颗棋子，就插进了这个欧洲的重要的这么一个腹地吧。那么大家都担心，可能加里宁格勒会成为一个这个现在冲突升级的这么一个原因和地方，因为它太接近欧洲了。那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普京是要一方面要加强这个飞地和本土的一些联系，那么另一方面他要借机更显示一下俄罗斯在面对欧洲的这些政策的时候一个坚强的决心。此次普京对加里宁格勒的访问，让一些波罗的海沿线国家大为惊慌，尤其波兰方面完全不相信普京去加里宁格勒就是为了支持日，而是会借此访发表一些强有力的象征性的声明。波兰媒体认为，加里宁格勒就是个定时炸弹。这个在地图上不起眼的区域，实际上是俄罗斯踩在北约和欧盟大门上的一只鞋。波兰的反应遭到俄媒嘲笑说，好像普京不是去参加活动以及同加里宁格勒州州长讨论货物过境问题，而是去那儿向华沙发射伊斯坎德尔或匕首导弹。8月，携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3架米格31战机被部署在加里宁格勒。波兰副外长亚布隆斯基声称，关于普京此访，他已经掌握了一些不能透露的情报。他说，俄罗斯把武器存放在加里宁格勒，就是为了吓唬欧盟和北约。对于波兰的担忧，俄独立报认为，波兰是将普京访问加里宁格勒做了军事化的联想。他们担心的其实是俄罗斯与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目前极为紧张的关系。在现实角度来讲，这种威胁可能对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较的话，其实对波兰是更为直接的。在这个点上，波兰这样的国家它有深刻的历史的记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
这种敏感可能也有一部分是面向欧盟内部的，就是说波兰想利用这样的一个事件，能进一步提升自己在整个欧洲的一些地位，那么进一步在和这个欧洲德国、法国这样的欧盟大国进行博弈的时候，能够获取一定的杠杆。另一方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则从周四起完全停止向法国主要能源供应商昂吉集团供应天然气。欧盟仍计划对俄施加新一轮制裁，或将涉及俄石油出口。七国集团财长周五开会时，还将讨论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的建议。不过，欧洲多国因制裁俄罗斯而面临能源短缺，不得不远涉重洋，高价购买美国天然气。美国已经从中赚得盆满钵满。有欧洲媒体评论称，美国正在伪装成救世主的样子，通过向欧洲国家出售天然气攫取巨额利润。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很有道理。事实再次证明，美西方单边制裁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其外溢和反噬效应正如滚雪球般不断叠加蔓延。美国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如今却成了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的最大赢家，这值得世人思考和警惕。俄总统普京飞赴加里宁格勒进行工作访问。那么，在您看来，普京为何要在俄乌冲突持续延烧的当下，突然造访这片俄罗斯的飞地呢？是的，呈现。加里宁格勒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北边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南边则是波兰。冷战结束后，加里宁格勒的战略地位是越发凸显，有人将它视为俄罗斯插在欧洲软肋上的一把匕首。俄军在加里宁格勒部署有伊斯坎德尔战术弹道导弹，它让北约在东欧方向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腹背受敌，威慑力大打折扣。眼下正是俄乌冲突持续延烧的敏感时刻，普京突然造访加里宁格勒，确实会让不少人提心吊胆。不安的有波罗的海三国，更有波兰。有人开玩笑称，普京去加里宁格勒会不会是去扭动战术导弹发射的钥匙呢？实事求是的讲，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里宁格勒州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恐怕就是飞地之于本土之间最尴尬的地方。和平年代，你是插入敌后的匕首；战争年代，你是孤悬海外的孤舟。尤其是立陶宛从中作梗，让白俄罗斯连接加里宁格勒的陆路交通被迫中断，物资的供应、人员的流动，甚至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周边各国确实想要借机围困这块飞地，逼迫莫斯科方面在乌克兰方向上让步。但普京用一次身体力行的工作访问回击了欧洲各国。在我看来，他的闪电造访首要目标是安抚民心，鼓舞士气。加里宁格勒的被围困只是暂时的，从圣彼得堡出发的波罗的海航线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加里宁格勒之围。最需要普京去解开的却是民众心里的牢笼。于是我们看到普京的访问行程里有一堂公开课，他与加里宁格勒州的青少年们坐在一起，谈论起政治，讨论到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这场仗为何要打？我们的祖国俄罗斯正在面临什么难关？我们该怎么做？这种平视对话将极大抚平围城中俄罗斯民众的不安。在我看来，普京依然非常善于用这个公共事务来传递信号，展现姿态，凝聚人心。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乌克兰战场，似乎乌军正对赫尔松方向发起大规模反攻。那么，吴先生，乌克兰战场出现了哪些新动态呢？乌克兰军队投入了大量有生力量，针对赫尔松一线发起了猛烈反攻。从目前双方的战报来看，挤掉水分，应该说乌军遭受了不小的伤亡，战役目标也迟迟没能实现。俄军使用弹性防御，发挥自身火力优势，在尼古拉耶夫至赫尔松一线的三角洲地带大量杀伤了乌军有生力量，其中不乏第128山地突击旅这样的乌军精锐部队。乌克兰方面为何急于夺回赫尔松呢？此前我已经做过分析，第聂伯河由北向南流经乌克兰中部，
从上游的基辅到下游出海口的赫尔松，整条第聂伯河经济带高度依赖河网运输，这几乎是乌克兰的一条经济命脉。然而，它与黑海连接的部分已经被俄罗斯占据。就算俄罗斯与乌克兰此前在土耳其达成了粮食贸易的默契，如果赫尔松一直由莫斯科方面掌握，那么敖德萨这个港口的价值就很难真正发挥出来。俄乌冲突牵引的国际舆论注意力它正在下降，好像人们已经将它渐渐遗忘了。但惨烈的战斗每天都在发生，没有大开大合的战线推进，只有进一步退一步的残酷拉锯。波兰援助的 T-72主战坦克，美国援助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陆续出现了战损。美西方的援助还能持续多久呢？这是一本经济账，乌克兰居民的血还能流多久？这恐怕是一本难以厘清的历史账。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仅剩2个月，民主和共和两党的驴象之争进入白热化。作为两党门面的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特朗普开启相互攻击模式。有舆论注意到，一向温和、声称要弥合美国分裂的拜登，措辞也越来越尖锐，对特朗普的反击力度越来越大。周四，一场关于美国的灵魂的演讲就引发巨大争议。特朗普和共和党声称，拜登妖魔化半个美国，一切都是为了选举。周四晚间，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发表全国讲话。演讲开始才几分钟，拜登就点名批评特朗普，并暗示美国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Too much of 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today is not normal. Donald Trump and the MAGA Republicans represent an extremism that threaten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our republic. MAGA forces are determined to take this country backwards to an America where there is no right to choose. MAGA 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首字母缩写，也是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虽然这句话的首创者是前总统里根，但特朗普把这句话注册为商标，并通过售卖印有这句话的帽子和 T 恤大赚一笔。MAGA 也成为特朗普主义的代名词。随着特朗普的沉浮在舆论场波动，近期再次成为美国舆论热词。有分析认为 ，MAGA 对特朗普东山再起功不可没。正因为 MAGA 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因此也成为民主党的眼中钉。因此，民主党人也想方设法给 MAGA 贴负面标签。大约1周之前，拜登在一段演讲中将极端 MAGA 学说形容为半法西斯主义。拜登周四在费城的演讲中再次攻击 MAGA， 被认为是对特朗普及共和党的宣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这是拜登迄今为止对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内盟友最严厉的谴责。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学教授杰里米·苏里注意到，随着选举日益临近，一向说话温和的拜登的措辞也越发尖锐。但有白宫官员强调，拜登所发出的警告并非针对所有共和党人，而是那些亲特朗普势力。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说，拜登的讲话不是政治演说。他还说，拜登的演讲格局很大，比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人都要广泛得多。共和党方面强烈反对拜登的演讲，指责他企图用 MAGA 和非 MAGA 来分裂该党。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克丹尼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民主党正在对半数民众释放敌意与厌恶，拜登是美国的首席分裂者。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拜登所在民主党的全国支持率为 47%， 而共和党的支持率为 44%。共和党议员对拜登群起而攻之。蒂姆·斯科特指责拜登的演讲使用了国家的灵魂这个高尚的标题，却实际上妖魔化了半个国家。马克·格林发推称，拜登的演讲只是一个贬低美国同胞的机会，可耻。林赛·格雷厄姆则要求拜登停止说教，先去解决猖獗的通胀和残破的边境问题。I mean, look,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Republicans are going to accuse Biden of being the real problem in this. That's going to be their MO when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ng party gives some kind of speech like this. I did think it was interesting that President Biden both called out Donald Trump by name in the speech, but the White House really didn't intend this to be an attack on Republicans as a whole. You know, this is a speech that I think at its core is about what President Biden
motivated him to run this time for president. He feels that democracy in America is at a tipping point, and he wanted to, in this speech, impress that sense of urgency right before the midterm elections to Americans across the country. 特朗普也快速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击。他周四晚贴出一张拜登发表演讲和自己拥抱并亲吻美国国旗的对比照片，然后发文称拜登的演讲是尴尬而愤怒的，应该有人缓慢而热情地向拜登解释 MAGA 的意思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还说，如果拜登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他当然不应该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值得注意的是，拜登这次发表演讲的地点是位于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馆。1776年7月4号，来自英国殖民下的北美13州的代表在这里签署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撰稿的美国独立宣言，因此这里又被称为独立厅。1787年，美国宪法也在此地制定。在1790年到1800年，费城作为美国首都的这段期间，该建筑是美国国会的所在地，独立厅也是100美元的背面硬饰。拜登选择在独立厅攻击特朗普及 MAGA 共和党人，政治寓意不言自明。有白宫内部消息透露，近几个月来，拜登一直在策划这场演讲。演讲主题的灵感来自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关于1月6号国会山骚乱事件公开听证会。有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拜登的讲话不是对某些新闻的回应，而是对美国整个国家所处状态的回应。不仅如此，独立厅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也是美国著名的摇摆州，也就是中间选民比例很高的州，常年成为民主共和两党选举政治的主战场之一。近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展开多场竞选活动，不少重要选区翻红。他支持的州长与国会议员候选人都通过了共和党内初选。本周内，特朗普还将参加该州3名议员的竞选造势活动。特朗普的势力在宾夕法尼亚州迅速壮大，让拜登感到了威胁，因为拜登本人就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他多次表示，宾夕法尼亚州是他的家乡。最近6天中有3天时间，他都在该州度过。但也有美国舆论指出，特朗普的日子比拜登更不好过。近期的海湖庄园被搜查事件明显令他在与拜登的较量中处于下风，哪怕只有一份机密文件出现在特朗普家中都是重罪。但令舆论震惊的是，根据一份法官授权公布的文件，在司法部移交给国家档案馆的15项资料之中，共有184份机密文件，其中25份属于绝密文件。美国司法部还公布了一张标注为机密的文件散落在海湖庄园地板上的照片，而特朗普本人则轻描淡写地回应称，在自己家中发现机密文件完全合理，任何人都不应对此大惊小怪。虽然在社交媒体上嘴硬，但接下来特朗普将面临的堪称风暴级的诉讼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面对拜登和民主党的超强力度反击，特朗普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有特朗普周边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法律麻烦缠身，且共和党近日看上去不一定能在中期选举获胜，特朗普或将原计划于美国劳动节，也就是9月5号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选举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根据那时候的情况再做打算。此前，今日美国报和易普所集团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近60%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代表共和党参加2024年大选。